妈，您讲点道理可以吗？这个陪嫁我父母给我的，而不是给你的。我尽量保持平和的语气。谁料婆婆怒斥我道：你嫁进这个家，就跟我们是一家人，分什么你的我的？赶紧把30万陪嫁拿出来，否则我让你好看。我依旧拒绝。婆婆见我沉默，居然对着我脸连扇了7个巴掌。我的脸上传来了火辣辣的疼痛感。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叫李小娜，出生在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否则父母也不可能给我提供30万的陪嫁。我深刻记得父亲当时给我钱说的那句话：娜娜，你要记住，咱们家永远都是你的后盾，这30万陪嫁给你，也是希望你在婆家站稳脚跟，不至于被别人欺负。那时候我对父亲的话还不以为意，我认为我选择的丈夫不会让我受一点委屈。但现在看来，他当初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我的丈夫并没有给我幸福的生活，反之还联合他的母亲打我嫁妆的主意。丈夫名叫张磊，他的家庭条件不太好，出生在一个小县城里，听说上大学的费用都是贷款的。不过他这些年凭借自己的努力，把所有贷款都还完了，还在城里付了1套房的首付。父母之所以同意我嫁给张磊，也是看在他为人知足上进的品格上，跟那套房子则是没一点关系，毕竟我们家也不差那几十万。可是婆婆并不这么认为，在她眼里，我嫁给张磊就是为了他的房子。因此她在婚前就提出了一个离谱的要求。那是在订婚宴上，我父母询问张磊能给我多少彩礼钱，张磊扣了扣后脑勺说：叔叔阿姨，我刚买了房子，现在手头不太宽裕，你们看彩礼能不能低一点？6万6可以吗？说实话，这6万6有点低了，但张磊的态度不错，我们家也不是不讲理的人，看到他愿意完成这个仪式，父母还是微微一笑。可就在他们准备发言的时候，婆婆率先开口打断他们：6万6太多了，你别乱说话，依我看1万8就够了。张磊还买了1套房子，这房子值不少钱呢。父亲的见识脸上瞬间就变了，他微微皱眉道：1万8彩礼太低了，说出去脸上都挂不住。呵，嫌弃1万8低？你是卖女儿还是嫁女儿？婆婆的话丝毫没有尊重我的父亲。张磊听到这话，连忙拉住他的胳膊说：妈，你少说2句，娜娜家要给30万陪嫁，我们给1万8的确太少了。婆婆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立马笑面如花，舔着脸说：亲家公，你早说嘛，咱们家给6万6或者8万8都可以。订婚宴结束，回到家，母亲劝我：闺女，你要不别嫁了，我感觉你婆婆不是很好相处的人，我担心她给你下套。父亲也点了点头，看来他们2老都有这个意思，但我却没有同意。我认为我嫁的人是张磊，他母亲的为人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会跟他生活在一起。可我怎么也没想到，我的生活里还是出现了婆婆的身影。刚结婚的时候，我和张磊的生活十分美好，不会因为外人的打扰而心烦。谁料半个月后，张磊突然对我说：老婆，我妈得搬来住一段时间，因为农村没有暖气，她年纪大了，挨不了冻。其实我很不想答应，但我想到一个老太太独自一人在家哆嗦着身子，就有些于心不忍。再加上张磊向我保证，婆婆一定不会打扰我们，而且还会主动做饭并做家务，我才点了点头，让婆婆住进来。可婆婆做的跟张磊说的完全不一样，刚进门她就像使唤下人一样使唤我，
让我帮她拿拖鞋给她做饭。更过分的是，她说她腿脚不利索，要求我每天晚上都给她按脚。这件事我不止一次跟张磊抱怨过，我本以为他会站在我这边帮我说话，谁料他却对我说：“老婆，你忍忍吧，过完年他就回去了。更何况咱们做子女的，孝敬孝敬长辈也没什么。”这是我头一次觉得张磊陌生，我不禁问自己，这点小事他都帮婆婆，遇到大事难道还会帮我吗？很快现实就给了我答案。婆婆搬进来后的第3天，她终于忍不住说出搬来的目的。小娜呀，你有没有听说过夫为妻纲这个成语？意思是说丈夫才是一家之主，做媳妇的要听他的话，家里的大小事也都要交给他。虽然婆婆的语气还算和善，但我的心里总有一股不妙的预感。果然，她下一句就是：“你那30万嫁妆不是一笔小数目，你拿出来给张磊保管吧，他还房贷也好，购置点新家具也好。这陪嫁我可以给，只不过是在家里真的有需求时，且是张磊来要的，而不是像婆婆这样阴恻恻地打他的主意。我当然不可能轻易地把陪嫁交出去，这可是我的底气，底牌若是给出去，我岂不是要被婆婆随意拿捏？”于是我拒绝道：“妈，您说的都是过去的道理了，现在是新时代，不讲究这些东西。而且我都25岁了，能自己保管好我的钱。”我还专门强调了那是我的钱。婆婆见我没有爽快答应，脸色立马变了，铁青着脸说：“我最后问你一遍，这个钱你给不给我？”我抿了抿嘴唇，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妥协。妈，您就别打这笔钱的主意了，该拿出来的时候我会拿出来的。谁料话音刚落，我的脸上瞬间传来火辣辣的疼痛感。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婆婆又对着我另一边的脸来了一巴掌，之后两面开弓，扇了我足足7个巴掌。这不仅是对我身体上的伤害，还是对我心灵的欺辱。试问，有几个人能忍受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总之，我无法忍受，当即做了一个让我自己都感觉到震惊的决定。只不过还没等我说出口，张磊恰好回了家，看到捂着脸、哭得梨花带雨的我，以及他那个不可一世的母亲。说起来也奇怪，上一秒婆婆还满脸凶相，这一秒就立马换了表情，委屈地说：“小磊，你终于回来了，你好好管管你这个媳妇吧，一点也不懂得尊重老人。”张磊没有理会恶人先告状的婆婆，而是看向我：“老婆，这是怎么一回事？”张磊的关心让我刚做的决定有一丝动摇。婆婆的确欺负了我，但这一切跟张磊没关系，他是无辜的。于是我让自己冷静下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张磊。如果他今天帮我说话，将这件事情好好处理，那我还能给他和他母亲一个机会。反之，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小娜，这件事是我们的错，再怎么样，他也不该打你。婆婆愣了一下，她没想到儿子会这么说。但接下来就该轮到我猛了。张磊说：“不过今天你也有错，你就是思想太狭隘了。妈问你要钱也是为了咱家好，你把钱给他，不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吗？你这是什么话？那是我的陪嫁，我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你们还要逼迫我给吗？”我怒气冲冲道：“你的？都结婚了，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如果按照你这么说的话，你现在住的房子还是我的呢？我有跟你说过什么吗？”婆婆一听这话也来劲了，指着我的鼻子说：“对呀，你这种女人就是太不知足了，住着别人的房子还不愿意给钱，真是恬不知耻。”婆婆越说语气越重，
到最后甚至都对我吐了好几个脏字。而张磊站在一旁熟视无睹，丝毫没有帮我说话的意思。事到如今，我也大概看清了他的真面目，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对我而言是一场灾难。我默不作声地看着两人，他们以为我是妥协了。张磊这才装好人说：“妈，你也少说两句吧，我看小娜也知道错了，咱们就再给她一晚上，让她想通了把钱给出来。小娜，我相信你肯定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吧？”我看着张磊既熟悉又陌生的脸，在心里暗暗说道：“可是你现在让我感觉很失望。”回到房间，一夜未眠，我再一次下定离婚的决心。其实离婚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坏处。首先，我没有怀张磊的孩子，他没有任何东西能钳制住我。再者，离婚对我没有丝毫损失，我的钱属于我的父母。最后，我甚至还能分半套房子，因为结婚后我帮张磊还过一段时间房贷。想到这里，我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第二天大早，太阳升起，明媚的阳光就像我的内心一样。我笑着起床收拾行李，婆婆看到后置问我：“你要干什么去？”我压根没把她当人，更没有理会她，只顾着收拾我的行李。收拾好之后，我拉着行李箱，侧身撞开它，对她说了句：“谢谢你，若不是你，我也不可能决定离婚。”“什么？你要离婚？你跟张磊商量了没？”婆婆的表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了。“离婚还用商量？等会律师带着离婚协议书过来，你让张磊签字就行了。”我说完这句话，头也不回地离开张磊的房子，任由婆婆怎么叫我都不转头。回到家，我联系了律师，把我的要求告诉了他，并询问他我的要求能否胜诉。律师表示很容易，毕竟对方家庭有打人事实，并且我这里也有支付记录。之后，律师就起草了一份离婚协议书，去了张磊家里。晚上，我接到了张磊的电话，他的语气很沧桑，看样子他也没想到自己会赔了夫人又折兵。“喂，老婆，咱们只是吵个架，用不着离婚吧？”“等等，我已经不是你老婆了，而且我们也不只是吵架，我是被打了，你母亲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你……”张磊被我气得哑口无言。“你别起诉我妈，她这么大年纪了，没法经历那些事情。我可以看在过去是一家人的份上不告她，但我希望你能尽快签字，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否则我也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张磊叹了口气说：“我签字？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婆婆欲哭无泪，早知道会这样，我就不该这样对儿媳，我真的大错特错。故事到此结束，让我们从中立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文中李小娜的做法没错，陪嫁的确是属于她的，她拿出来用是情分，不拿出来是本分，谁也不能逼她。相反，婆婆的做法是错误的，她不应该问人要钱，更不能出手伤人。希望所有读者在生活中不要做出类似的事情。都已经听到这里了，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制作不易。我们故事继续。故事2：妻子月子期间偷偷跟男闺蜜出去旅游，回家后崩溃大哭：“老公，我不就是跟闺蜜出去旅游吗？你有必要如此狠心跟我离婚吗？你让孩子怎么办？你舍得让他从小就没有母亲吗？”李玲丽崩溃大哭道。谁料曾成直接把行李箱扔了出来，冷冷地说：“他有母亲，但没我这个父亲，带上你跟别人的种离开。”李玲丽婚前是一个很爱玩的女人，没事就会去酒吧消费。众所周知，酒吧里的人都玩得比较花，根本不懂男女之间的界限。
李玲丽本人也是如此，因此她才能跟一群所谓的男闺蜜玩到一起去。但谁家父母能接受自己的女儿整天跟着一群不三不四的无业青年鬼混？李玲丽的父母肯定无法接受，李母不止一次地劝她跟那群人保持距离。但李玲丽压根不听母亲的话，还嘲笑她是个老古董。李母对这个女儿是没了一点办法，为了让女儿能收心，她开始逼迫她去相亲。但李玲丽压根不理她，依旧跟着男闺蜜泡吧。李母意识到女儿如果再这样下去就废了，只能通过威胁她的方式让她听话。李母说：“李玲丽，如果你明天不回家相亲，你就给我搬出去，我还会把你的生活费断了。”没了生活费，李玲丽就没了经济来源，也没了跟男闺蜜鬼混的活动资金。无奈之下，她只能听李母的话，前往相亲市场。李玲丽最初的想法是随便敷衍一下，等到母亲给钱就立马回酒吧喝酒。可她没想到自己会遇到一个优质男，那个男人就是曾成。曾成今年29岁，年纪比李玲丽大一些。但这样的男人有个好处，那就是心智成熟，在恋爱中不会给伴侣任何压力。最关键的是，这个曾成很有钱，年纪轻轻就已经是企业高管了，一个月工资2-3万。李玲丽身边的朋友加在一起都比不过一个曾成，她立马把生活重心从喝酒转移到相亲上，开始疯狂地跟曾成约会。李玲丽长得很漂亮，气质也很不错，因此才会有这么多男人围在她的身边。而曾成又是一个没有恋爱经验的小白，他看到年轻貌美的李玲丽后瞬间沦陷。再加上李玲丽很会装，扮演出一副贤妻良母的模样，这就让曾成彻底拜倒在了他的石榴裙下。几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李玲丽终于跟曾成踏进了婚姻的殿堂。曾成刚结婚的时候，做着一个很美好的梦，妻子李玲丽会一直都像恋爱时那样知情达理，并充当好贤内助的角色。但他怎么也没想到，李玲丽结婚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如果说李玲丽曾经是上天赏赐给曾成的天使，那她现在就是整日混迹在夜店之中的暗夜精灵。婚后，李玲丽的身边突然出现了很多关系很好的异性闺蜜，一会是这个过生日，一会又是那个订婚。总之，李玲丽一连1个星期都没有回家吃过晚饭。当然，曾成因为这件事跟李玲丽吵了很多次架，要求她在家好好备孕。但李玲丽连亲生母亲的话都不听，怎么可能会听曾成的话呢？白天，曾成要去公司上班，无人约束的李玲丽立马跑了出去，喝酒到很晚才晕晕乎乎的回家。还有一次更为过分，李玲丽居然整晚都没有回家。无论曾成如何询问李玲丽的去向，她都一口咬定她是住在闺蜜家的。曾成又问：“哪个闺蜜？”我打电话问她。李玲丽听到这话立马怒了：“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信任我？你知不知道婚姻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夫妻之间的信任？你若是不相信我，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了，随便你怎么想吧。”不得不说，曾成那个时候很爱李玲丽，一听到她这话立马怂了，道歉说：“我不是不信任你，只是想让你离那些男人远点。”李玲丽却不以为意，依旧我行我素地出去喝酒。也正是这个原因，曾成对她的失望一点一点地增加。1年后的一天，李玲丽又在外面通宵没有回家，曾成终于忍无可忍，他已经做好了跟李玲丽离婚的准备。但就在他即将摊牌的时候，李玲丽居然怀上了孩子。曾成的想法立马变了，就算是为了这个孩子，
她也甘愿当绿毛龟。李玲丽怀孕之后，曾成对她更加上心了，每天都会陪在她的身边照顾她。但李玲丽却丝毫不领情，她认为曾成这样做就是为了监视她，彻底限制她的自由。李玲丽说：“我是孕妇，不是犯人，你不用每天这样盯着我，我会很窒息。”若是以前，曾成可能会因为对李玲丽的爱做出退让，但孩子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他冒着惹李玲丽生气的风险也要说：“老婆，怀孕是件大事，我不允许你做任何有可能伤害到胎儿的事情。你如果真的想放松，等生完孩子好吗？”李母也站在曾成那边说：“闺女，这次你一定要听我跟小曾的话，好好养胎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李玲丽彻底没了反抗的余地，只能百无聊赖地待在家里。10个月的时间终于过去，这10个月里，李玲丽都快疯了，现在可以出去透透气了。刚巧有男闺蜜邀请李玲丽去云南旅游，李玲丽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丝毫没有为自己孩子吃母乳的问题考虑过。还没等曾成反应过来，李玲丽就收拾好行李，奔赴在前往云南的旅途之中。她下飞机才想起来通知曾成：“我出来旅游了，我要好好放松身体，没事别给我打电话。”说实话，李玲丽的这个行为弄得曾成很是生气，但他强忍怒气说：“你还在坐月子，你知道吗？你儿子没母乳喝，你知道吗？”“我知道，我知道，没事了吧？”“没事了，我挂了。”话音刚落，电话里就传出嘟嘟嘟的挂断提示音。曾成被气得直接把手机砸了出去。他活这么大还从未见过如此不负责任的母亲。可他没想到，李玲丽的出格远远不止如此，她之后做的事情才让曾成彻底破防。曾成以为李玲丽只是出去放松几天，可是她居然在外面待了整整半个月都没回家的意思，甚至连电话都没给家里打过一个。刚巧这时曾成公司出了问题，他作为高管必须在这个关键时刻跟公司共进退。坏事情总是接踵而至的，曾成公司这边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医院那边打来电话说刚出生儿子发了高烧。婴儿发烧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曾成顾不得公司这边，连忙赶去医院。这一路上，曾成给李玲丽打了10几个电话，但她一个都没有接。曾成刚到医院，又接到了老总的电话。老总最近的心情很不好，他勃然大怒道：“曾成，这种时刻你还提前下班，你是不想干了吧？”曾成连忙解释说：“王总，我儿子发高烧了，我怕他出事。”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老总又怒了：“你老婆呢？你老婆管不了儿子吗？”这句话在曾成的脑海里久久不能消散，他不断问自己：“我老婆呢？”老总听曾成没有说话，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说：“哎，你还是先照看孩子吧，他好了你再回来。”“谢谢王总，我保证尽快回去。”曾成看着病房里啼哭而没有母亲照顾的儿子，内心再一次对李玲丽失望至极。突然，护士走到了他的身边，拿着一份血液检测报告问道：“您是曾家辉的父亲吗？你们的血型怎么不一样？”儿子出生的时候，曾成也跟着抽了一管血，但他当时没有在意，现在才得知结果。曾成愣了一下：“不可能吧？护士小姐，你是不是拿错报告了？”护士把报告单递给曾成，上面赫然写着他和他儿子的名字。曾成的心里瞬间闪过一股不妙的预感，难不成这儿子不是我的？曾成想到这里，立马询问在哪里做亲子鉴定。“我要带我儿子过去。”护士惊讶地看着他：“您先冷静一下，
说不定是检验科那边出问题了。但护士也知道这种概率很小，随着医疗水平的发展，医院很少会再出现检验报告出错的小失误。曾成却无法等了，如果那个孩子真的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他也不必继续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无奈之下，护士只能抱着孩子跟曾成去做亲子鉴定。结婚出来后，曾成傻眼了，这孩子还真的不是他的。但曾成也没有不管不顾，他给孩子交了医药费，然后拜托护士好好照顾他，才离开医院。远在云南的李玲丽终于结束了自己的旅行。她之前害怕曾成打扰自己，便把他的电话给拉黑了。此刻打开手机，却看到了无数的未接来电，以及一条短信：“你儿子生病了，快回来看看吧。”李玲丽或许对曾成没有什么感情，但对自己的亲生骨肉还是在乎的。她立马给曾成打电话说：“什么叫我儿子？那不是你儿子。你在他旁边，你不能去照顾他。”曾成二话没说，挂断了电话。在他眼里，李玲丽已经是一个陌生人了，他没必要再跟这样的女人争吵。李玲丽跟男闺蜜埋怨了自己老公一句，然后怒气冲冲地回家。到了家门口，她傻眼了，自己的行李被扔在楼道里，钥匙也打不开家门。李玲丽火冒三丈地拨通了曾成的电话，怒吼道：“曾成，你什么意思？把我的东西扔出来干什么？行李上面有离婚协议书和亲子鉴定报告，你看完之后签了，然后带着你的儿子离开我家。”曾成说完又一次挂断电话。李玲丽颤颤巍巍走到行李旁，拿起那份报告，也得知儿子跟曾成不是亲生父子的关系。李玲丽的脑海里瞬间闪过几个人影，都是跟她曾经发生过关系的男闺蜜。李玲丽问自己，难不成孩子是他们的？但她现在没时间纠结这个问题，对她而言，如何哄好曾成才是重中之重的事情。毕竟离开了曾成，她就是一个带着拖油瓶的二婚妇女，这样的女人在当今的社会上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只不过李玲丽没有想到曾成会这么狠心，听到她不愿意离婚，直接把她告上了法庭。无奈之下，李玲丽只能同意离婚，落得一个净身出户的结局。之后，李玲丽踏上了寻找孩子亲生父亲的路上，但那些男闺蜜跟她只是玩玩，谁也不愿意承担后果。一听要做亲子鉴定，连夜买了火车票跑到陌生的城市，独留李玲丽一人崩溃大哭。故事到此结束。李玲丽的结局固然很可怜，但这能怪得了谁呢？如果她能洁身自好，并注意跟异性接触的界限，相信她也不会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